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生前诚意挑大梁，谍战剧能否再掀波澜？谍战剧这一题材自诞生以来，便以其紧张刺激的剧情、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扑朔迷离的情节发展，深受观众喜爱。今年《追风者》《孤舟暗夜与黎明》以及正在热播的《宿敌》，在央视的收视率均不俗，但口碑却如过山车般起伏不定。如今，又一部备受瞩目的谍战剧《迷局破之深潜以下》简称深潜，在央视8套悄然开播，爱奇艺视频同步更新。这部剧由人气男星程毅担纲男主，尽管积压5年之久，且首播由50集删减至38集，却仍在零宣发的情况下拿下了同时段收视第一，爱奇艺站内热度也是直线飙升。然而，火是火了，口碑却意外翻车，网上差评如潮，槽点满满。1. 剧情悬浮，逻辑漏洞频现。深潜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沙会战前夕，日军启用潜伏在中国长达15年的战略特工黑执事，实施了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欺骗计划。日本特工、军统、我方潜伏战士三方斗智斗勇，听起来本应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。然而，剧中却处处透露着悬浮与不合逻辑。主角云红身坐在轿车里，仅凭一个望远镜就能轻松看清上海火车站的所有部署，并一直在一旁解说，仿佛开了上帝视角。为了凸显男主的聪明，其他角色仿佛都被降了智，特工们的伪装伎俩拙劣得令人发指。比如卖烟的小商贩，直接把枪放在烟盒下，黄包车夫也放着生意不做，轻易就被男主识破。这种设定不仅无法让观众信服，反而让人觉得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。此外，剧中的战斗场面也充满了逻辑漏洞。比如汪伪特工原本刚在漫长的等待后，把报纸撕烂一片片扔在空中测风速，男主又在旁边解说他在测风速，还说这座楼上有狙击手。然而，这么明显的举动，日本宪兵却仿佛瞎了一般看不见。还有军统安排的狙击手，位置也太过显眼，就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楼顶，白天黑衣要多明显有多明显。这些情节不仅让人无法代入，反而觉得是在看一场闹剧。2. 剧情拖沓，观众难以代入。除了逻辑漏洞频现外，深潜的剧情也显得拖沓冗长。整个故事基本是男主上帝视角，从他口中念故事，大量的台词和分析让观众无法获得谍战的故事性。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无法感受到谍战的紧张刺激和悬念迭起，反而觉得昏昏欲睡。剧中大量的分析和解释让观众失去了自己去感受和理解事件的机会。谍战剧的魅力在于其扑朔迷离的情节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，而深潜却将这些都简化成了男主的独白和解说，让观众无法产生代入感和共鸣。3. 画面质感偶像剧化，缺乏抗日严肃性。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谍战剧，深潜的画面质感却充满了偶像剧的气息。画面柔美，布景精致，打光柔和，完全看不到那年代的硝烟弥漫和战争的残酷。剧中每个人的服装都太新、太干净了，主演们的发型都很精致，油头粉面，衣着光鲜。不管经历了多激烈的打斗，他们的衣服依然不脏不乱。程毅的假发质量也太过明显，浓浓的偶像剧质感让人无法将其与抗战题材联系起来。这种画面质感不仅无法让观众感受到抗战的艰苦和残酷，反而让人觉得这是一部披着谍战外衣的偶像剧。这种风格上的错位让观众对剧集产生了强烈的反感。4. 后期配音出戏，影响观剧体验。除了以上几点外，深潜的后期配音也成为了观众吐槽的焦点。配音与口型对不上，
声音与角色形象不符等问题频出，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频频出戏。作为一部小成本的谍战剧，深潜在后期制作上的不足确实让人感到遗憾。这种不专业的配音不仅无法为剧集增色添彩，反而成为了观众观剧过程中的一大障碍。谍战剧的未来何在？深潜的口碑翻车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谍战剧这一题材的未来走向。谍战剧作为国产剧的经典类型之一，曾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彩的剧情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然而，随着市场的变化和观众口味的提高，谍战剧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考验。如何在保持谍战剧经典元素的同时，注入新的创意和活力？如何在保证剧情紧凑、逻辑合理的同时，提高画面的真实感和代入感？这些都是谍战剧创作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对于深潜来说，虽然有着程毅这样的人气男星担纲男主，但在剧情、画面质感、后期配音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。这些问题不仅让观众对剧集产生了强烈的反感，也让谍战剧这一题材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不过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谍战剧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市场。只要创作者能够用心打磨剧本，提高制作水平，注重观众体验，相信谍战剧一定能够再次掀起波澜，成为国产剧的一大亮点。深潜2轮上星，听过敢当再看深潜，与程毅一起感受不一样的献礼剧。时隔多日，由程毅主演的谍战剧《深潜》将在8月10日于广东卫视黄金档2轮上星播出。听过敢当，听过家书，再看深潜，心中便有了不一样的感触。这或许是来自每一位中华儿女们灵魂最深处的悸动吧。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属于它自己独特的色彩。作为一部以爱国为底色，以谍战斗争为主线，致敬历史的献礼剧《深潜》，剧情紧凑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剧情更是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。在谍战的世界里，每个人背后都隐藏着深深的秘密，只有用心捕捉，才能发现真相，揭开迷雾。不同于前线的战士们，深潜里更多的是默默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谍战者。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会被记住，可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使命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如履薄冰般努力活着。前路崎岖不平，唯有心中信仰不可磨灭。假如信仰有颜色，我想那一定是中国红。小花还记得初看时，大家的思绪总是跟随云鸿深的视角去猜测谁是昆吾，假亦真时真亦假。当我们还陷在谁是昆吾的怪圈里时，云鸿深早已想到了发现昆吾之后的事。一手碟中谍被他玩得炉火纯青。既然你想要掌控全局，那我就以身入局，让你以为你真的已经掌控了全局。反转再反转的大结局更是让观众们眼前一亮。这样的深潜，错过真的会后悔。5年多以前拍的 B 级谍战剧硬生生播出了 S 级的感觉，突然就对程毅的实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有实力、有人品、有演技的程毅无疑是打破流量标签的实力派一线演员。他把云鸿深一个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深入人心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程毅永远相信慢工出细活。对于演戏，他有着自己的想法，他为不同的角色分别设计了专属于角色自己的细节。以前听过一句话，程毅的角色各有各的粉丝，甚至大家会投票选出最爱的角色。初听这句话只觉得有意思，后来再仔细琢磨，才发现了这份有意思的背后，藏着他日日夜夜为之努力的滴滴汗水。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皆有着自己想法的他，厚厚的人物小传更是成为了他的标配。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深潜作为时隔多年前拍摄的剧，一经播出，依然很吸引观众眼球的最终原因吧。